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一下这个中美的关税战呢。现在中国大陆就呛虾就说其实没有美国，地球照样转哦。这个是大陆的外交部亚洲司的副司长梁建军讲的。他说呢，美国对外的贸易仅占全球的13%，发动关税战等于是你把自己孤立啦。没有美国，地球照样转，东方这个照样会有太阳升起哦。那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的优势，我们有充分的底气。当别人不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活下去，而且会活得更好啊！所以美国现在才是着急的那一方哦。美国现在进口商赶紧的在找这个保税仓库哦。现在目前美国有超过1700座的保税仓库，这个仓库可以让进口的商品在未立即缴纳关税的情况下储存。所以现在很多大型企业就在想说，哎呀，可能长期关税还会再有这个波动的可能性哦。最近就开始狂囤货，所以就把现有的空间转为这个保税仓哦。还有很多的外国旅客去到了中国大陆买，所以现在中国购是更红的。他们是打飞的来这个中国大陆购物啊，外国的旅客组团去到义乌扫货，所以这个话题不断哦。还在这个环球时报有这样的相关的报道，他说还有外国的游客在社交媒体为中国货打 call 啊，就还有一些人直接就这样子哇开始直播带货起来，就我现在在中国大陆哪里啊，我在给你带货啊，你要买什么啊？现在就变衍生出更多的这样子，好像这种直播带货的一个形态哦。那根据中国大陆的官方他们统计啊，才刚过的这个5·1假期他们发现到说银联啊、网联啊处理境外来华的人员的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起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44%，还有128%，非常惊人哦。那还有中国大陆4月份的财政收入也是成长的。现在目前仍旧是在这个关税战的阴影，因为4月2号开打嘛，但是4月它仍旧是增长，显示对于中国大陆真的没伤哦。那再来看到了美国12州很气，就是联合要提告川普的关税措施哦，就说你怎么可以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就开始对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呢？这是超越了总统的权限哦。因此这12州联合向这个法院来提告川普。那而且目前其实美债殖利率在飙升的情况之下，美股也是收黑哦，道琼重挫了800多点，所以这个短时间之内，美国似乎还看不到这个经济衰退的状况触底反弹。而且呢，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他们现在又要表决说，这个川普呢，他的减税案包含砍掉小费啊、加班费这些减税措施哦，同时呢也撤掉了部分社福啊、医保、绿能一些补助开销，最后在国防部分呢提出消耗1000亿元的金琼计划。所以有一些这个议员就觉得说，他们对于这个减税案有疑虑，很担心这一连串的后遗症，如果通过了这个减税案，恐怕要推高目前他们的国债规模，现在已经是36兆了。如果再减税的话，至少要再增加1兆左右哦。那川普现在讲说，哎呀，不支持法案的就是傻瓜哦，还说喊话共和党一定要团结，一定要让这个减税案给通过。还有记者去问川普说，那你有没有办法去说服这些足够多的议员去投票呢？结果被川普反讽了一番，我们来听一听。Andy Harris said that you didn't adequately convince enough people to vote for the bill. The House Freedom Caucus. You mean after this speech? After this speech, that's what she I think said. so. Well, what do we see at the voters? I think it was a great talk. It wasn't a speech. We talked about things. Who do you work for? Notice. Who? Notice.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e hell that is. You gotta get yourself a real job. 现在回答不出来问题，就开始质疑你是哪一家媒体，你是这个记者，我没有认识你，就开始用一种这种反讽的方式反质疑反质询哦。所以呢，这个川普就打算要让这个减税案过，但是上一个因为减税而动摇自己的这个位置支持度的是英国的首相特拉斯哦。所以你看到克鲁曼就讲啦，
川普政府现在已经面临到了特拉斯时刻哦。当时特拉斯也是要减税啊，一开始是英国的财政部长先去职，后来特拉斯就是大家讲说他的位置可能不保了，还拿他跟生菜来比较啊。结果后来呢，他先走了，生菜还没有这个黄掉、发黄、枯萎掉啊，所以这个代表很快的就去职下台啦。但是川普不见得会下台，但是可能对于他的民调来说，会不会又造成严重的重创哦？是现在大家在观察会不会有特拉斯时刻的这样的一个主因。那可是川普没钱，但是有梦啊，他的梦是什么呢？他要打造星战2.0计划哦。没钱没技术，他的金琼，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金琼哦，其实呢，就是大概要数千亿美元的成本，他有办法有这个成本吗？再来，技术也没到位哦。你看这个报道分析，现在太空防范导弹飞弹以及极音速飞弹的技术都没有到位啊，所以还有可能是低估的状况。这1750亿美元哦，那他说这个未来10年恐怕不止这个数字。那大陆的外交部在讲啊，回应了这个计划，就说这个其实是要损害全球的战略平衡稳定，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呀。好的，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川普这个什么大而美这个法案啊，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拼凑，里面就是他的施政的一些重点啊都在里面。那你要知道，共和党基本上他们就是主张小政府的嘛。小政府的话，就是说政府少做点事，尤其社会福利这些事情啊，他们本来就不是很欣赏的啊。那既然要少做点事，另外一方面啊，也少抽点税，把这些税啊，那么这些比如说宽减额啊什么这些都把它做一些调整。那不过外界一直都怀疑，川普就是要向美国的富人来放水啊。然后这个大而美的法案里面又塞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大大小小的这种行政或者法律的这个修正啊，一共有1116页，你就看到这里面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所以你刚刚看川普他在跟那个记者吵架的那个场景啊，是他跑到美国国会去啊进行一个演讲。其实说穿了就是去说服共和党的议员啊，我讲是共和党不是民主，去支持他这个大而美的法案，连同党都不太挺。对，同党都不太挺他。那因为这个动到了所有的这个老百姓的怎么讲的面包，而且也会触动到共和党议员他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在自己选区里面获得他的选民的支持？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法案啦。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就是说做事真的是很浮夸。法案这个有关税务改革法案就税务法案，什么叫大而美呢？这跟大一点都大是蛮大的。所以他浮夸，你说美吗？多少人的这个饭碗可能被敲掉啊？你刚刚看到的，他对尤其一种他们共和党所不太赞成的比如说绿能的比如说社福还有就是说甚至有一些这些救济平民的这些措施他都有所缩减。所以当然啦，就是说这个就川普一个共和党的一个政治人物背景来讲的话，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子主张。那不过呢，这边比较具争议的，他又提出来了所谓的什么金琼法案。这个金琼法案就是扩大军事支出对。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本来是要缩小政府扮演的角色，对，然后呢，减少从社会里征收税金，政府少做点事，给这个社会上多一点的资金他们自己去发展自己的这些民生福祉。可是呢，一方面你又增加了军事的支出，对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更具争议的，就变成就是说，你减了那么多，你把这个税收减了，那问题美国现在这个面临这个重大的问题是美国的预算的美国整个国家的国债的问题。那你会不会你减少的税收不足以来怎么讲抵消你减少的政府的开支，也就变成那个开支可能还是大于你的税收的话，那你这样子在美国的国债越来越高筑的情况之下，那不是加重了美国国债的负担吗？所以这是一个高度争议的。那川普呢，就是想要用他的政治威望来解决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
这个还在很多竞争辩论之中啦。那所以这个是可能川普在还能够维持所谓的他这个两院的多数的情况之下他还必须要很努力的把他的一些施政的构想要借助这个法案来落实，因为很多东西是空讲，法案才是能够落实他的政治主张的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啦。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这个法案大而美会不会顺利获得通过，然后呢通过以后对美国的社会是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做一个旁观者来观察一下。好，来请教聂老师。OK， 我现在这边有3个主要的议题，我想讲一下。第一个呢，中国呢真的是很霸气，这次讲没有这个讲没有美国，那还是一样这个一样活得下去，而且可能活得更好，对不对？那这个呢，他还讲了可能这个太阳升起来，这更亮。那当然他这个可能是爱他们的祖国一首歌叫《东方红太阳升》我先讲一下这个，刚好这4月5号不是的《经济学人》也是有这个川普就把美国他自己孤立保护主义嘛，就挖完了以后他自己掉下去了，就全球成了一个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世界。但是这边大家也看到，当中国现在也非常积极的到了很多地方，甚至跟东南亚签了现在新版的这个自贸协议这个互惠协议。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呢，我们非常看得到，这个中国现在 GDP 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可能会更好，为什么？你看，大家现在抢购东西了。现在刚讲的中国购，那你会发现中国的 GDP 呢，从这个2位数的经济成长10几%，一直降到7%，最近几年当经济不太好，都是一开2会定5%，结果可能也达不到。不过这样子一冲下来，搞不好 GDP 要上升了。好，这里我要讲一个蛮讽刺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关税一大减，大家开始保税，开始呢 stock 存货。可大家想一下，存货多就一定好吗？当然，你好像存货你可以避掉未来可能不确定的这个关税在提升，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讲 cost of 这个 cost of carry 叫持有成本，你持有的货越多，你会产生3个 I，2个 C cost of carry 会有3个 I， 哪3个 I？ 第一个，你有货，你一定会浪费该有的一些孳息，就是利息成本 interest 的这个 cost。第二个呢，你要储存，你一定要租地方的 inventory cost 又出现。第3个 cost， 有些东西很宝贵很重要，你要保险，又 insurance cost 3个保险。所以这些公司不管怎么说，你就算为了避未来关税，你还是要花钱，所以真的划不来。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很有趣他把他的工具法宝变成了火药库，你知道吗？当然他的工具法宝这个 tariff 呢，现在被告。前一阵子几个礼拜前，5大企业商社，美国最大，你要联合告他说，你根本就没有经过我们允许呢，你就腐烂的这个滥权。那要告他，现在呢，这个当然现在12个州也开始要联合告他。那甚至当你刚刚引用了这个所谓的特拉斯时刻到来嘛，就 Krugman 这个2008年诺贝尔奖这个凯恩斯学派这个后辈讲的这个 Krugman 讲的话，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我先讲一下，这是非常有趣的。第一个我要讲是，其实川普被告可能告不成，我的认为，因为美国有给川普2个很大的杀手锏，不是美国总统很大的2个杀手，一个是1974年定出的301法案，贸易法的第301条，这里面是对出口，只要别的国家出口限制，别的国家有够补贴，使得我们出口也受伤的话，他都可以丢301法案。这个呢，就是保护他自己的经济。这个其实是关税做的有一点像，所以要告不容易。第二个呢是他们在1977年10月28又丢了一叫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这个呢 power 呢更强，这个呢是告诉说，只要有经济有异常状况、有特殊威胁，他就可以做动作。但这个人们定到特殊威胁或者异常状况，我不知道。但最少前面我觉得他是做得到的。那我就又讲说，但是其实减税，我们讲减税其实就有好处可是减税你知道可以刺激投资嘛？投资经济会成长。而且，如果他效法在雷根时代所谓的减税，那时候拉法写了一个文章叫 Laffer Curve， 能够在减税使得量变多，这时候税收可能更高，那绝对是赢的。可是我觉得美国现况绝对不会是这样，他第一个 budget deficit 这么高，他现在是2兆，去年是4兆他花费这个 government spending 政府支出是7.1兆，他的这个税收呢是多少3.1兆，减税4兆，他 GDP 30左右，一除呢是12%。国际间只要你这个赤字叫做 government deficit， 我想超过 budget deficit 超过4%就是一个危险，它已经到12%了，在前年是6%，现在冲到12%，你还用这种方式，如果它的所谓的税的关税那个减税的价格反映在税的量化没有出来，这种弹性没出来的话，这个国家的赤字一定会越来越严重，就像刚刚那个大使讲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个人很有自信，他会越来越没自信。好，来请教杨老师。川普讲这个金琼就是从以色列的铁穹过来的。那
不能用厉害铁啊的意，思要用金啊，要 golden， 因为哦他其实在就职演说，他就喜欢用 golden 啊，黄金年代来临，所以呢，用金琼啊，也符合他的这个用色浮夸的形象。他符合他用色跟浮夸。那他第一年250亿，3年后就可以开始建构实施，哦，这个根本技术上，美国从雷根到就是小布希，哦，到现在几十年了。那个时候叫做国家飞弹防御体系，再早的时候叫星战计划，那现在叫金琼，就是换汤不换药，在技术上很难。你光是现有的，比如说美国有没有音速飞弹作为拦截之用，就没有哦。然后呢，它还要牵扯到外太空作战，还有轨道的拦截系统，哦，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复杂。那同时现在反而是马斯克的 SpaceX， 最有可能得标。哦，那你就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所以技术上很难。那第二个，在金钱上呢，它就像是一个 white elephant， 就是个白象。白象是什么意思？巨大的花费却没有什么功效啊，就是我们在常用的一个用语啊。所以它是个 white elephant。那进一步的去拖累到美国的国力，现在美国已经每况愈下，主权的平等都已经降级，美元的资产不断的这个离开，光是4月份中国大陆进来的这些外资就已经达到173亿，都是从美国离开的，到别的国家更多，5月份更多，所以美国现在已经有一点衰落，他又去搞了一个大白象金琼，那所以呢，我是觉得他可能搞不清楚哈，这个反而会拖累美国真正的权力，变成最后那个压死骆驼的就是稻草。好，然后呢，因此压死稻草骆驼，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他而且会有一点技术上进攻性的这种可能。当你从外太空或者是轨道上在做任何拦截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进攻的可能性？你会使得大国可能相对的在跟你做同样的竞争，哦，这个就造成全球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同时你不要搞错，你不太可能拦截核子武器了，因为你不敢做这个赌注，你最多拦截一些非核子武器的弹道飞弹及音速飞弹。能不能成功在技术上都不一定。那你能够依照它去，比如说不顾核子武器的吓阻吗？就举例而言，如果你现在拥有这个金琼体系，那你在俄乌战争中，你美国敢出兵去打俄罗斯吗？你不敢。就算你真的有效的金琼，你也不敢这么做。所以到最后，你花这么大笔钱，技术上做不到，变成一个纯粹的白象。而在今天的美国，那就是真的走向更加衰退的一个象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今天看到微博热搜上面就有一条叫做"川普又找人吵架了"，那是找谁呢？这回是南非总统去到了白宫。这个南非总统拉马福沙跟川普见面的时候，他突然在人家面前就是又播影片又拿这个等于说相片在讲说白人灭绝啊，就搞到两个人真的是当场。好像有一点不太愉快啊，我们来听一下。A lot of people are very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South Africa, and that's really the purpose of the meeting, and we'll see how that turns out. But we have many people that feel they're being persecuted, and they'r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we take from many locations. It has to be responded to. Yeah, sure. Let me see the articles, please, if you would,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These are burial sites right here. Burial sites, over 1,000. But you do allow them to take land. No. You do allow them to take land. Nobody can and then take when land. they take the land, they kill the white farmer. And when they kill the white farmer, nothing happens.
对，好像川普很喜欢在人家面前给人家难堪哦，就是他觉得说，哇，这个你到我的地盘来，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啊，就让大家想到之前泽伦斯基那一幕哦，就是你要说谢谢啊，然后这样子放送全世界，又来了，又开始在找南非的麻烦哦。那所以呢，这个川普就讲啊，你们允许他们夺取土地啊，杀死白人农场主啊，然后呢，这个兔透社就讲说，这就像是2月份的时候对于泽伦斯基的突击哦，恐怕接下来外国领袖对于是否要接受白宫的邀请会更加的犹豫哦，忧心当众受辱哦，进而影响美国巩固和友邦的关系，特别是现在美国想要积极拉拢大陆的这个时间点哦，你这样子做，那大陆恐怕更不愿意跟你谈了。那再来呢，这个川普这一番说法呢，他就指责美国假新闻不报道南非白人遭暴力事件哦，只会一味的关心卡达向美国赠送波音飞机充当空军1号这样的新闻，这还可以扯到自己就是拿了卡达的这个波音哦，然后结果南非总统还就在旁边冷冷吐槽一句，我可没有飞机送你哦，然后结果川普还接话说，我倒希望你送啊，如果南非送我这个飞机，我会收下的，就不知道就莫名其妙，我们真的是看着是觉得有点奇怪哦。那现在美国国防部也证实说，的确是接受了卡达赠送的波音747，所以川普是多缺飞机啊，还要叫南非也送他飞机哦。四处在收飞机啊，搞什么飞机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卢比欧也是有样学样哦，就因为他讲说，这个川普接下来是不会出席G20的峰会的，因为南非跟美国的政策不一致哦。那南非总统府的发言人他们讲说，目前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美国不参加 G20 的峰会的官方通知。那卢比奥他现在是奉行川普削减美国援外还有外交预算的这个政策嘛，所以他就为此辩护。但是他说美国是不会退出世界舞台的哟。但是呢，也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假借援助之名行债务陷阱之实哦。但是在这样子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卢比奥在为外交政策辩护的时候啊，就遭到民主党的参议员严厉的批评啊。然后他们甚至还讲说什么呢？就说我真后悔把票给投给你。我们来听一听。I have to tell you directly and personally that I regret voting for you for Secretary of State. I yield back. Well, first of all, your regret for voting for me confirms I'm doing a good job based on what I know. Well, that's just a flippant statement, Mr. Secretary. Can I respond, Mr. Chairman? You may. I didn't ask. Senator, please let the Secretary have I'd be the floor. happy. I can't respond to everything he said because much of these are untrue. 对，也看他那个强硬的态度哦，哎呀，官员呐，叫我当官，你奈我何呢？那再来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卢比奥也讲说，如果俄乌和平协议没有进展呢，美国将会对于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那这个川普是不是拿俄乌这个战哦，本来说1天结束，搞到100多天都还没结束哦，他就讲说，哎呀，这是因为普京现在认为自己在打胜仗，没有准备结束哦，所以他现在这个想尽办法要甩锅哦，就说接下来可能要这个用制裁的方式吗？那其实他在跟普丁通话的前一天，川普也跟欧洲的领导人通话，就说这是普京的问题，他拒绝听过。那讲了半天，那你之前牛吹那么大哦，所以现在看起来也是没有用嘛。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乌克兰他自己现在本身是不是在清算这个亲俄人士哦？乌克兰的前总统幕僚他是比较视为是亲俄派的政治人物，结果现在传出来他被枪手近距离枪杀的消息哦，所以看起来泽伦斯基也在对亲俄势力出手。这个俄乌这场仗哦，我们以为快要停了，但现在似乎又出了变数。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就是说，南非总统这次到美国访问啊，他在白宫的这一幕啊，我刚刚在电视上都看到了啊。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从外交的安排上哈，不晓得事先这个美方有没有跟南非的方面说，我们待会要放个影片给你啊。那这是起码的礼貌了。对你，那如果说是有的话，那南非总统的话，那就是说。他应该觉得没有被人家突袭啦，对，这个应该要弄清楚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影片啊，放出来以后，这个南非总统基本上，我觉得他真的算是风度很不错。他说我没有看过这个影片，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影片到底在哪里拍的？对，
然后对于整个的这个川普不断的攻击啊，他还是很理性的在解释。那他是说，就是说南非事实上话，他们是实行这个宪政的，所以事实上话，各种言论哈，各种做法，各种言论的话，事实上话，他们的国会里面就有不同的讨论。所以他们国会即使是在开放民主哈，也绝对不允许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来把这个这个人民合法拥有的土地把它强行的这个没入。那所以他事实上，我认为他也做了很好的这个辩护，对南非的现状，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些某些地方上，他也一直还是表现出来他的国家的整个治理还是在一个有法有理有据的状态之下。那他也承诺说，哎，这个事情我不晓得这个在哪里发生的，哎，他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回去查一下啊。我觉得他表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当然，川普找南非已经不是这一次了，因为他前几次是好几次多次在媒体上就说南非的状况很糟糕啊，好像很高。那我讲任何一个文明的南非，当然这个国家，当然就是说，它目前国内的治安并不是很好，国内这种打杀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大城市也有很多这种经济之下产生的这种社会治安失序的现象。不过就变成就是说，南非人可能对他们的土地的现状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也就是说，这块土地如果说在更早之前并不是属于这个目前拥有的人的话，那他在当时最初拥有的方式是不是被现在的主流人认可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在纽西兰他们对于原住民正在每一族的进行谈判的最主要的一个内涵就是说怎么样把当时这个殖民者对于这个原来属于原住民的土地怎么样能够透过谈判的方式来决定他的所有权。那事实上南非政府事实上把很多土地都还给了当时都现在的所谓毛利族，然后呢还有很多毛利族在原来他们有的特权南非政府也一个归还了。所以这个情况其实在过去有这些殖民政权的时候那很多都有这些问题存在啦所以我觉得南非目前的问题可能不是像川普了解那么单纯。那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对这种讨论的方式他应该有一个比较更怎么样理性更具诚意的方式来好好的讨论。那在外交上，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给这个南非总统下马威我想真的就跟美国政府、美国媒体报道一样，将来各国元首都会可能对视进入白宫为畏途，这个对美国未必是好事。好，来请教杨老师。南非是欧洲白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榨、占领、种族隔离非洲原住民最典型，而且维持了数百年之久。到了20世纪末，1994年才完全结束种族隔离政策。一直到现在为止，8%的白人占有2/3以上的农田。到现在为止，开于1652年，那17世纪，先是荷兰人来，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占领了整个南非的南端开普敦，然后呢，到了18世纪，英国人把荷兰人赶上往北，荷兰人就跟整个当地的祖鲁族所有的这些原住民，非洲的原住民发生战争，激烈战争，杀死了很多人，成立了布尔共和国。到了20世纪呢，英国就把整个这个区域结合荷兰，变成南非联邦。而1913年就通过一个叫原住民土地法，把所有的黑人就原住民只给他7%的土地，而当时只有15%的白人，那个时候整个南非联邦还白人15%，拥有87%的土地。
而且种族隔离就是完全把它隔离开，你不可以进入到白人的区域，除非工作。中间让你成立几个小的国家，非常的穷困，赖索托就是其中之一。所以1994年他才完全的解放之后呢，然后你看到现在，我刚刚讲，目前8%的白人拥有2/3的农场，而所谓南非这个种族灭绝，那完全是谎言，因为就有人去查嘛，马上美国的媒体就去查，目前南非真的治安不好，每年大概有27000个谋杀案死亡，而中间白人农民不到1%，200-300个案子而已，而且大部分都是抢劫，不是什么种族灭绝。而5月12号，美国川普政府刻意搞一个59个人说是种族灭绝的白人难民跑到美国来，结果川普政府要求去安置他们的圣公会的安置机构拒绝，因为觉得他们不是真难民。从头到尾是一个秀。因为什么？南非到国际刑事法院去告以色列种族灭绝在加沙战争。这个根本就是美国在帮以色列在出气，川普在帮马斯克在打压南非，要合理化他为什么不做南非白人，要做美国人？这个是整个殖民的历史。如果我们全球南方国家不了解这个过程的话，你就完全会被白人的媒体跟他的这些伎俩所掩盖住。大家要深刻的认识，你稍微查一下资料就很清楚。好，请嘉天老师。好，我延续一下，刚刚那个杨教授讲得很清楚啊，就把这个南非的背景历史啊讲了一下哈。那很清楚，我们已经听到一个很重点嘛，15%的白人去控制87%的资源，这就是我们脑筋中常常想到的20-80法则啊。当你这么少数的人控制大部分资源的时候，这时候呢，你会用你的很多资源或你的手段呢，对比较少资源的众数呢做一些有时候就有欺压或者一些就是一种利用的一种。这当做工具来使用，这时候当然难免会有上和下之间的这个一些敌对。当你一相处不好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仇恨。我相信有很多这雇员把雇主杀害的这种情况发生。好了，这一旦发生之后呢，说不好听点，就会有个案产生。那美国呢，有一个叫川普，那他一直信奉着美国 US Great， 美国最伟大哈。然后呢，白人呢最优异啊，就是 White Farmer， 他强调是 White Farmer， 一直强调白农人、白农夫。就这少数几个，他就拿来断章取义，就刚刚讲的，就可以做 news， 因为他要的就是要他自己的白人至上的白人不能被种族歧视这样。我觉得他们很奇怪，就是他们歧视别人啊，这美国在内是对黑白是有很大歧视，所以他们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能随便触犯，叫 discrimination， 叫做种族歧视委员会。对外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对全世界大家会定一个叫种族灭绝。大家都知道，种族灭绝在全世界，包括现在存在很多地方，大家不谈，就谈 White Farmer， 我觉得很少人能够认同啦。这个 genocide 这个字叫种族灭绝。那今天他拿这个说服力太弱了，就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去听一听就知道了。不过我觉得真是好笑，真好笑哈。所以这两个人对话，他一来就把这个黑人想要糗他一顿，而且要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做这种事。所以他是一个搞不清楚，那显然就是一个小的 case， 让某些 case 让川普放大了。不过讲好笑是讲飞机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之外他们对话就像小孩子在对话。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很有趣，你今天来了以后，他只要觉得你稍有一些对我之前不利，我拿了一些证据，我来求你一下啊。这个泽伦斯基也一样，南非也一样。所以中国真的聪明啊，中国你看这一次就是死都不去，你苦苦等候，等了好久，我习近平就是不去。我们也很想谈啊，我们经济也受伤，但是我们撑，看谁撑得久。真的中国撑得久，就最后呢，他讲了3个字：第一，你随时诋毁我们，你只要达到3个条件：第一，不要诋毁我们；第二个，你的信誉不在，你常常出尔反尔。现在那个川普也怕了。第3个，尊重我们的政策。所以呢，第一个诋毁他就知道我们去，你就是要出我们之糗，我干嘛去，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好，那我最后很快讲一下金砖4国出来衍生之后，在2003到了现在2008年开始，我们讲集团体会议之后，整个集团体会议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世界一个很重要，每年开一次的高峰会。集团会议实际上，金团体是在G20在1999年就成立了，在2008是因为金砖4国，后来加上南非在2009年开了会了，2020加上南非之后，现在面临到的是有一些新兴国家崛起，开始才把它融入
正式开会。这个会议已经不是光美国一个国家可以主导一切。当在之前经过金融海啸，有人说G20会议就是2个老大叫 G2 了，就是中美之间之争。现在如果美国不去，讲嘛年底不开，我跟你讲，中国在里面真的就是最呛了。所以美国也不会不去，我觉得他去不想去，拿翘，可他不去就 lost 掉了。这跟奥巴马当时在 APEC 会议啊，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当时习近平刚上的2014年，在 APEC 的时候，美国17天的这个政府 shutdown， 他无法去嘛，所以10月8号在这个巴厘岛类似习近平讲一切的话，所以所有人都注意到中国了。所以美国我觉得G20年底我觉得还是会去，他当然可以放出一些风声，我不想去，想要人家来求他，但是我觉得美国现在要拉帮结派，他现在不能lose掉任何一个环节。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印巴还有后续哦，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巴基斯坦就讲说，警告印度，我们不是巴勒斯坦。来听一下。The reality is that India is not USA and Pakistan is not Afghanistan. India is no Israel and Pakistan is no Palestine. Pakistan will never be deterred. We will never bow down to Indian hegemony. 好，那这一次呢，这个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啊，也因为判断的非常好啊，就成功反击印度，所以他现在升官了，叫晋升为这个陆军元帅哦。那其实这个在巴基斯坦来说，他的这个声势大涨，他们现在整体来说觉得能够击败印度哦，也让他们这个国际能见度大增哦。但是呢，在印度这边，他们讲说巴基斯坦这叫做假新闻，明明是印度赢了，那是谁讲的？又是他假抗姐哦，所以每天假抗姐都有新说法，我们来听一下。Armies. In Pakistan, the army has a country. It's an army that has never won any war it has fought, any war ever. Most recently, they were humiliated during Operation Sindoor against India. Pakistan's army is not just fighting on the ground, it is fighting to control the story. The story that they defeated India. They're trying to sell it to their people and to the world. So the day after the ceasefire, on May 11th, Pakistan celebrated. 对，所以为了要营造他们大胜利的氛围哦，所以他们还找外媒来大外宣他们的这个国防自主跟军武哦相关的，就说看我们印度有多强啊！那既然这么强，竟然都快要灭了巴基斯坦，为什么会这样子突然停火呢？让很多印度的人民不理解哦，所以他们现在印度人民就把这一把怒火烧向谁呢？烧向了外交官，就说哦是他讲的，是他要停火的，所以他现在被打成了卖国贼哦，真是恐怕他始料未及，他现在还被印度的网民给网暴啊，他的家人也被波及哦，就说我们明明印度大胜利，为什么要这个手下留情，不灭掉巴基斯坦呢？那再来这一场战役到底美国知不知情？现在印度讲说没有，他们没有通知美国，因为讲到美国还是咬牙切齿，他们说现在目前停火协议就是呢印巴双方并没有第三人干预，也就是在呛川普啦，川普那时候说是他自己的功劳嘛。那再来这一次最露脸的就是歼10哦，歼10C 击落了印度的标风哦，那现在看起来好多国家就已经打算要退订单了，就退掉这个标风的订单，包含了像是埃及啊、苏丹啊、孟加拉、哥伦比亚、乌兹别克啊，都考虑要来买歼10C。合购起来，现在目前订单量已经破了100架。那而且这一两天，央视都在播放歼10传奇啊，他们就是在这个 CCTV4哦来播放这个纪录片，那讲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啊。当时的总工程师宋文俊就说，如果我们不往前走的话，我们永远是这个超越不了，超越不起来，所以这个歼10的传奇奠定了基础哦。那目前在马来西亚的航展呢，歼10变成了 C 位啊，现在的话题人物顶流哦，所以很多国的代表纷纷跑去打卡，去朝拜一下说，哇，这一次把这个标风狠狠修理的歼10就是这一架，所以赶快在那边打卡留念一下。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对，现在各国都知道，就是说歼10C啊，帮这个巴基斯坦狠狠修理了一下印度啊。那这个各国都知道，可是现在印度国内很奇怪，大部分老百姓认为是印度打胜了。对，现在就是说，就像刚刚那个贾抗姐一样，他们都坚持印度打胜了，而且还很多传言
又什么哈，又标峰又把什么歼十机打下几架，又怎么样狠狠修理了这个巴基斯坦部队。所以呢，这个现在在印度境内，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印度外交官现在被这个网民出征了哈，还把他的家属啊什么哈说他是卖国贼啊。那现在啊，这个除了这个外交官之外，还有大学教授也被出征，还有什么呀？还有反对党的议员，国大党也被这个网民出征。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网红，那个网红曾经去大陆访问，然后把大陆形容的很不错的那个网红啊，现在也通通变成怎么样？变成这个网民出征的对象。那都给他们一个什么样？一个戴个帽，都是什么？印度的这个卖国贼，巴基斯坦同路人。巴基斯坦同路人，不爱国的。那后面俨然看起来就是我们这个莫迪先生还有他的印度人民党在幕后在操纵，所以在打一场舆论战。然后呢，借这个机会呢，怎么讲呢？还清扫政敌，把那些过去批评他们的人现在都借这个机会好好要怎么样清洗一下。那甚至有报道说，印度还要放假10天，对啊，庆祝战争胜利，然后现在还筹组宣讲团到处宣讲巴基斯坦的劣迹。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要宣布他们是战胜国，印度是战胜国。不过我觉得这些作风里面有2个这个露出马脚了。第一个马脚就是印度的空军的副参谋长，在打仗之前他被撤职了。那个时候就因为歼十七跟标峰在天上已经较量了一段，然后呢，在电子战的时候呢，印度的标峰就已经不敌败阵下来，虽然没有正式的交火，那个就已经造成空军副司令副参谋长已经下台。另外呢，最近印度又宣布说，标峰战机上面原装的云母飞弹，他们现在不用了，他要改用他们自己的这个叫阿斯特拉飞弹，这个他们自己做的。那为什么要换呢？那一定有问题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看一个报道讲的蛮有趣的。就是说，唯心主义永远辩论不过唯物主义，因为事实经过你自己的心理的认定永远不是事实。好，来请教杨老师。西方媒体现在开始大幅报道了。2天前，《纽约时报》他的报道说，报道称歼十击落印度战机，印巴冲突推助中国军力信心。《华盛顿邮报》也是4天前。然后呢 ，BBC 也是2天前，因为他们现在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力在这一次的印巴空战得到了一个怎么样的验证。然后现在超过6个国家，埃及、苏丹、孟加拉、哥伦比亚、乌兹别克、印尼都准备要大举的买歼十七，所以他们要报道这个层面。可是当他们谈到这个空战的时候呢，就说据报道中国的飞机取得胜利，据报道巴基斯坦取得空战的优势，他不敢直接讲，但是也不要装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空战实际的情况，否则这些国家怎么会弃阵风而要去选择歼十七呢？印度的问题是，莫迪长久以来2014年上来，他要搞印度教国族主义，这种要把印度教视为定尊，那对他内部的穆斯林，对他的邻居巴基斯坦是极端的打压，他怎么可以承认他输呢？而且他长久以来做南亚的霸主，对周围的国家事实上跟他都是离心离德要不是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介入，其实这些国家你看后来的命运都可能跟习金一样，变成他的附庸。那他怎么能够忍受在这一次跟巴基斯坦的竞争当中他输了呢？第三个是他长久以来过去这10年他开始的这个开放政策，可是他走向呢变成跟西方结合，做成西方的代理人然后呢拥护者。那在这个区域他就买了很多西方的武器，慢慢的从俄罗斯的武器转为到法国到美国。那2月份莫迪去见川普的时候，川普都说我们最终会卖F-35给你，所以他觉得
它拥有西方最先进的，它怎么会输给巴基斯坦呢？就他绝对不相信，他也绝对不承认。为什么？因为会破灭掉他整个要去推动印度教国族主义，以南亚为霸主，以西方的先进科技制造所支撑起来的印度制造跟印度再伟大，所以他不会输的，他不可以输。好，叶老师，对他不会输，不可以输。蒋汉杰再亢奋还是不能输，很清楚啦，这个就是认知战嘛。那我请问一下，台湾是不是还有很多人认为大陆非常落后？但到底大陆落不落后？我觉得就是眼见为凭，去了一趟就知道了。那么我相信这个印度呢更严重了，因为印度这个地方不太有战事，对全球来讲它威胁比较小。印度洋、波斯湾，然后北边呢就是靠边防，然后跟中国敌对，在这个南藏那个喜马拉雅山，在西边就是克什米尔跟这个巴基斯坦。那以经济来讲，6倍3兆多，比5000亿的经济 GDP； 以军力来讲4倍；以坦克来将近4倍，坦克来将近2倍，所有都战胜，所有都赢。你印度所有都赢，干嘛停火？刚有讲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呢，讲起他的，当然我觉得3个原因。第一个，他的讯息来源太窄，当然就从上到下的。他生活在本土内，他必须要做完全的认知战。他的讯息被认知，就是他们赢了。第二个，他国际的宏观太弱。他根本没有所谓的胜负定义，他没有去判断，他就觉得抓断章取义就是赢了。第三，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啊！我爱国，我怎么样都不认输嘛。他没有青红皂白了，我觉得是这个原因，他必须一直告诉他们印度赢了，因为整个量体来讲，他怎么能输巴基斯坦呢？这是一个重点。不过刚刚讲到，我们大家已经分析了很久，就是背后还是靠这个军事实力。这军事实力，巴基斯坦的确是有，因为中国在后面的 backup。刚刚讲到了歼十7的重要，因为歼十7再怎么说，它一个4代战机，为什么能够把对方可能比它还高一等的这个标风或者阵风打掉呢？我觉得原因，当然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它就是一个全方位系统的输出，它的整个在防空上，它在这个视距上的远距，甚至它整个所谓的定位的精准，大陆现在很强调精准这2个字啊。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北斗的卫星的精准的定位，这个 AI 的精准的打击，为整套系统的输出才有办法克敌制胜。那么我觉得很清楚嘛，刚刚也讲到了，当然埃及都已经有100架准备就要去买这个 FA50的，都已经开始部分已经证实了要去买歼十7，他用部分先买，或许他也要试着。其他刚刚讲的其他5个国家跟进，这怎么来的呢？当然就是已经看到了这一次的战果。那么当然，刚刚我们讲得很清楚，全世界很多的媒体都有在讲了，我们这里也讲，当然我们的讯息也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当然我们是用宏观去做这样的一个整体分析。印度就是有它的问题，它是世阶，它就是世阶嘛，它这个所谓的我讲种族世阶，它下面渔民特别多。我有那种金汤匙啊，这个坐火车，这个所有都是金杯金椅的，就是几个人坐在火车一堆，要包着火车走的人，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阶层差异太大，渔民是很容易被糊弄的。再来，他们在外面真的战事并不多，所以他们不知道。我最要讲是，我觉得这次秀 muscle， 这个大陆这个 muscle 这肌肉真的秀太大了，这是我觉得。因为我讲乱世出英雄，不打不知道，打了才知道。一战成名不是这样吗？